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 SCGM。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 SCGM 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SCGM 成立于2007年，公司名称来自于现任执行主席李富成和他的3位兄弟。是用他们的英文名字字母组合而成的。SCGM 旗下只拥有一间全资子公司李顺成塑胶工业，主要业务都由这一间公司经营。李顺成塑胶工业则是创立于1984年，由李富成创办，是马来西亚的塑料工业制造商，主要的产品牌子是 Benzone。1992年，公司为了扩展业务，把工厂搬迁至柔佛古来县的24里工业区，占地15000平方英尺。后来在接下来的17年间，逐步把工厂扩建至18万平方英尺。2007年，公司成立 SCGM Berhad， 并在隔年成功从大马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7247 SCGM。2013年。公司开始生产聚乳酸 PLA 塑料片，其原料100%来自于植物。2014年，公司购买了塑料杯机器，开始推出一次性塑料杯子。2017年，公司开始研制显切齿包装容器，是一种只有通过打开或破坏一个显示物或障碍物才能取出内部产品的一种包装，以确保食品的安全。2019年，公司为了进一步扩展产能，再度搬迁工厂至6公里远的新港。新工厂占地总面积达60万平方英尺，拥有29台热成型机以及12台挤压机，是一个使用自动化机械的新一代工厂。经过了35年以上的努力， SCGM 已经从一间小型塑胶工厂转变成为现在的大型塑胶工业制造商。SCGM 所制造的产品有68%以上是销售给本地业者的，而剩余的是出口至海外市场，包括东盟国家、中东地区、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等等。SCGM 的主要业务分为3大类型，那就是饮食包装、挤压包装以及电子、医疗和其他包装。饮食包装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在2019财政年占总营业额的80%。饮食包装是由热成型加工打造而成的。热成型是一种将热塑性塑料片材加工成各种制造品的塑料加工方法。热成型的塑料薄片在加热成型后会形成泡罩或空穴和盘盒，颜色处于透明，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品的外观。热成型包装还可以充分保护食品的质量、新鲜度和安全性，并通过精美的设计来增加产品的吸引力。目前公司在马来西亚拥有超过70种工业设计模式，可以包装各种食品，例如便当、蛋糕、饮料、蛋类、沙拉和月饼等等。除此以外，公司在2019年3月与印尼 PT Harapan Infinity Mulia 签署协议备忘录，为该公司生产可分解包装产品，包括耐热型饭盒、碗碟、托盘和其他产品等等。公司的第2种收入来源是来自挤压包装业务，在2019财政年占总营业额的13%。挤压包装是将原始塑料融化并连续挤压成型。公司生产的挤压塑料片有 PP 塑料片、PETG 塑料片、SIPS 塑料片以及 GAG 塑料片和 APET 塑料片等等。这些挤压塑料片是用于生产热成型塑料包装的半原材料，或直接出售给客户。电子和医疗以及其他包装业务在2019财政年只占了总营业额的7% 左右。电子包装产品由于尺寸需要更加精确，所以需要用到铝制模具来制造，而铝制模具是由 CAD 或 CAM 软件设计的，然后再使用 CNC 机床打造成型，从而制造出具有精确细致的电子包装产品。医疗包装产品也是经过公司的特别研发而成的，
就好比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 ，SCGM 是马来西亚第一家研发塑胶面罩的公司。面罩使用特殊的塑胶材质制成，并且经过特殊涂层处理，在说话时不会出现雾化的状况，适合医护人员、侍应生和厨师等职业使用。目前本地以及新加坡商家已经开始订购，且公司也正积极地打开中国市场。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SCGM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SCGM 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5743万令吉减少了 6.8% 至5352万令吉，净盈利则从去年的165万令吉增加了 144.3% 至403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国外市场的非定制饮食包装销售下跌和本地市场在去年免税期的销售走高所致，而净盈利的增长主要归功于销售组合改善、原料价格减少、利息费用降低、外汇获益和债务回收率提高等因素。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半年前稍微减少了 2.28% 至3亿0269万令吉，整体影响不大。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公司的流动现金似乎比半年前减少了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半年前减少了 7.88% 至1亿407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虽然公司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都比半年前增加了，不过银行贷款却有所减少，算得上是持平吧。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动从去年的支出转为今年的流入，比起去年的现金流大幅度增加了 192% 至1575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的转变主要是由于公司在这一季度的税前盈利比去年增加了，以及在营运资金方面的支出大量减少所致。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则比去年减少了 33.5% 至156万令吉，主要是因为公司在这一季度已经减少了固定资产上的投资。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动反而和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相反，由流入转为支出，比起去年的现金流大幅度减少了4205万令吉。现金流入不敷出是由于去年向银行提取用于扩张新厂的定期贷款和短期借贷，以及这一季度偿还了短期借贷的原因。总结来说， SCGM 是塑料包装制造商，产品的主要原料是树脂，而树脂是由原油提炼的，所以会受到原油的价格影响。虽然如此，但是庆幸的是，公司有不少供应商，在购买前可以货比三家来寻求合理的价格。另外，塑料包装在马来西亚的使用量非常巨大。根据2016年的数据，马来西亚每人每年平均使用约 16.8 公斤塑料包装。而随着大马政府逐步减少使用保丽龙和一次性塑料袋，热成型塑料包装的使用量更是得到了提升。除此以外，公司自2017年以来已经开始将可分解塑料包装产品推向市场。虽然销售量不多，但公司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以实现环保目标。还有就是公司的新厂已经开始全面运营，预计接下来的业绩会有所提升。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SCGM 日后的发展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